如果你仓库里塞满了昂贵的 H200显卡，却发现业务还在排队，一测利用率甚至不到 30%， 那你的算力预算其实正变成昂贵的停机坪亏损。GPU 就像停在跑道上的飞机，只要你不动它，融资、折旧、电费和散热成本照样在按秒滚动。很多人只盯着显卡买了多少，却忽略了这种资产一旦闲置，烧钱的速度有多快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买硬件，而是算力运营管理。业内现在的共识正在发生转移，比起模型参数多大，瓶颈是如何把 GPU 利用率像调度航空资产一样转起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系统一旦低效，你花重金买来的生产力本质上全都在浪费。看看 Anthropic 是怎么玩的。为了抢到算力，他们直接在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和 AMD 这4个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同时签署了多吉瓦级的长期供货协议。这种极限操作背后是头部玩家为了生存，不得不把基建博弈推向极致。结合本频道之前讲过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算力扩张史，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。过去几年，大家都在死磕模型参数和排行榜，现在这些巨头们已经把重心彻底移到了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上。这是算力从单纯的供给制转向精细经营制的必然拐点。GPU 资产和飞机一样，哪怕你不跑任务，折旧费和融资成本也按日历时间计提，完全不考虑你的实际业务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宁愿忍受高昂的自建门槛，也要从调用 API 转向自建集群的原因。说白了，是为了对冲 token 使用量线性增长带来的长期财务风险。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卡，还是觉得不够？行业数据显示，大部分企业集群的利用率只在 30% 到 50% 之间。很多算力资源因为硬件型号不匹配，或者调度层不够聪明，都在白白排队浪费。这就需要引入动态编排层，把原本死板的算力池活化。它能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实时调度显存和带宽资源，而不是僵硬的按卡分配。就这一步，能把资源利用率从勉强及格拉到接近饱和。机制上的另一个突破是知识蒸馏，通过把大模型的智慧压进专用小模型，直接堵住推理端的算力黑洞。毕竟最省钱的算力是压根不需要被消耗的那一部分，这就是所谓的架构优化胜过盲目扩容。很多人问，这跟 KS 加节点有什么区别？ KS 管的是容器部署，而这种专注基础设施的编排层管的是 GPU 利用率的命。它在最底层提供了深度抢占和调度机制，能让训练作业给推理任务让路，互不干扰。怎么上手？先从推理任务的 batching 处理开始，通过批量处理把 GPU 的计算流跑满，不要让卡总是处于空载等待的状态。账就这么简单，吞吐量上去了，成本自然摊薄。如果你还在按 API 调用量付钱，不妨算算这笔账。把闲置资源利用起来，直接砍掉的运营成本是极其恐怖的。没别的，这就是基建效率带来的最直接的财务回报。未来的竞争核心将不再是谁调的模型稍微好一点点，而是谁的基建运营更像航空巨头。这是从 POC 实验走向大规模生产的必经之路。你要是已经在负责大规模集群，利用率指标就是你手里的指挥棒，盯着这个看，比盯着参数看要靠谱得多。